班得到躲避球比赛冠军，你也要在明天颁发奖状了。照理说，现在的你应该充满能量才对，怎么会心事重重的？原来是为了……我兴奋地打电话要告诉你我们班得冠军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在保健室看到小倩呢。其实小倩本来就是我最想做家访的对象。 没有想到，今天又看见他。我了解。这几天，我一定要去查小倩过去所有的辅导记录。我一定要越了解她的过去，才有办法帮助她。我越是想去做家访的学生。 家长的回条越是拖拖拉拉，就算我安排好时间请家长确认，不然就好几天没看到回条，再不然就回复说无法配合，请老师改时间或是延后家访。可见，学生会有问题跟状况，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家庭。除了小倩，你还最想要去访问谁？还有。
找谁？你是上大的呢？咱老爸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家己的老爸走去哪里不知道啊？不要打我哥哥！我爸就很久没回来啊，我怎么知道他去哪？俺妈妈呢？去上班了。上班。安尼就是有在领薪水了哈。安妮莎，晚上就是这个。三家安尼啊，囡仔都无饭当食，我这尔爱补。你不要乱动人家东西啊！你再乱动，我去报警哦。小杰，叫警察上好啦，都叫来抓恁老爸啦。啊，你妈啥物时阵啊？半夜啦。半夜。哦，哎，妈妈是做啥呀？卡拉 OK 哦，啊。洗碗啊！我妈在面摊帮人家洗碗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妈妈要是回来哦，叫你妈妈跟你爸爸讲说哦，说这想我这吧，啊，反正哦，结论哦，就是说哦，有一个阿姨啊来过你们家啦，啊，叫你爸爸哦，赶快还钱给阿姨啦，总共哦是13万啦，哦。阿哥讲哦，要是不还钱的话哦，阿姨就会找人哦来我们家搬东西啦，知不知道？阿伯就找人哦来剁掉你爸爸手指头啦，知不知道？好啦，我要来造啊，要记得哈，叫你爸爸赶快还钱给阿姨啊，13万啊，知不知道？偷小偷较这款钱。你这样就够衰的。哥哥，我怕。不要怕，可是在这哦。不要每天吃这个泡面啦，会变成木乃伊呢。哇，200哎！哎，要给妈妈的，不要乱动哦。爸爸今天有回来过。你怎么知道？妈妈买的面包不见了啊，爸爸的衣服也少了几件。阿妹哪来？这王老明朋友后壁人家。好好。来，那边。谢谢啊。小龙妈妈，哎，小倩啊，谁呀？那今日吃啥？一样啊，每人1人1碗干面和馄饨汤，然后水饺30粒，烫青菜1盘，还有切大肠。哦，谁来哦？哦，还有我吃完要带碗干面跟蛋花汤走。好，头家有听无？有听呀。小龙妈妈，小龙无来哦。啊，就要考试啊，我叫伊在厝看册啦。小倩，啊你咧？你拢免准备哦？我免啊。加减看啦。笑什么？哪有啊？你是打那个人啊？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而且这次是他先挑衅我的。
厉害哦！拿你们啊！哎，妈，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功课还没有写完哦。妈妈今天有带水饺回来，在冰箱里面哦。弟弟妹妹嘞？他们早就睡了啦。嗯。妈，嗯。这钱，你爸回来过？应该爸是有回来过吧？可是这200块不是他留的。不然谁放的？就晚上啊，有一个人跑来说爸钱拿钱。偷钱啊！应该走到家来啊！有没有对你们怎么样？小林呢？小林有没有吓到？没有啦。那个人没有说什么啦。他说他叫阿义，然后说爸欠他13万，之后留下200块，叫我们不要一直吃泡面，就走了。妈，不要哭了。哎，几点啊？怎么那么亮？小林，快起床啊！7点多了，要迟到了。都是你啊，都是你啊！叫你换电池你不换。哦呦，就忘了买了嘛。好了啦，妈妈今天再买回来就好啦。小龙，你跟小杰衣服穿好，先去学校。小林妈妈今天送就好了。嗯。好棒，今天是妈妈送。哎，小龙。哎。来，这钱拿着啊，带弟弟去买早餐吃，记得哦，一定要吃哦哈。好了，赶快穿好，赶快去学校了，快点。快点。路上小心哦。好。看车哦。好来。你很烦欸，该跑的时候不跑，不该跑的时候一直跑。反正已经迟到了，干嘛跑那么快？你说了，不等你了。对了，我的钱呢？哥，我的早餐钱呐！妈妈给我的早餐钱呐！哥哥，快点给我啦！我的早餐钱呐，快点给我啦！那个好像是爸爸的车哎。都是他，大烂人。哥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像怎样拿起？拿出来！我们看到上面那个方框框，它里面有一些字来互相做替换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，生日就是 VIRTHDAY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报告。李宗总，你今天为什么迟到？
因为我的闹钟没有响。你的闹钟为什么没有响？因为我忘了换电池。所以，造成你迟到这么久的原因，不能怪闹钟嘛，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。先进来上课。哦。等一下，李宗宏，学校规定袜子要穿什么颜色？白色啊。那你袜子什么颜色？也是白色啊。哪是白色？我看明明就是灰色。可是我买的时候，它明明就是白色的啊。好，我们下课再来讨论为什么你的袜子会变色这件事。坐好，上课了。其实老师想问你的不是袜子问题，而是想要知道家访的时间问题。老师想要确定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去你家的家访，把那个时间给定下来。我会再问我妈的啦。小龙，老师知道每个人的家庭环境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家长的时间也是真的很难配合，可是还是要请你转告妈妈，麻烦她务必留一点点时间给老师。毕竟家庭访问已经开始一段时间，如果你这边不确定，难免会影响到其他跟你同路线的同学。麻烦你再跟妈妈说一声，好吗？我知道了。那老师，我先回教室哦。奇怪，小龙今天的步伐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沉重？好，我们再次的恭喜蔡秀宇，他能够拿到这个月的百尺竿头奖真的很不简单哦，因为他的平均分数整整多了20分，非常厉害吧？好，本月的荣誉之星下一个奖项是热心公益奖，得奖的人是房汉翔。汉翔这个月他自动自发的把我们班上的书柜整理好了，包括每一本书、每一套棋具跟扑克牌，他都整理到了，甚至呢还把破损的书也都修补好了，真的很不简单。所以呢，可以得到这个月的热心公益奖，我们恭喜汉翔，汉翔来。好，颁发完了名列前茅奖、最佳席员奖、热心公益奖还有百尺竿头奖之后，老师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最佳贡献奖。我要把这个奖项颁给让我们3年9班得到班际躲避球冠军的关键人物，也是最大功臣，那就是林倩如。可惜小倩今天没有来，所以老师会先把奖状留着，等她下次来的时候再给她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喜林倩如！下次大家看到小倩的时候，一定要当面跟她致谢，跟说恭喜哦。好，本月份最后一个荣誉之星，我要颁发给一个把每一餐饭都吃光光的人。你们好像已经知道是谁了耶！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喜李宗龙得到我们的最佳媳妇奖。起来呀，快点！因为小龙呢，他从来不挑食，也不浪费食物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好榜样。小龙，请你到前面来。小龙，快点吃啊，换什么单啊？
小健的1到3年级是在桃园就读的，4年级才转到这个学区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要转学，连监护人也同时都换了。哎，翠芳的邻居好像就是这所小学的老师。翠芳，是我啦。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，我想要查一个学生的事。晨光，你今天几点下班？我查过小倩所有的资料了，也打电话找了小倩的小学老师。小倩的爸爸是因为重伤害入狱，她的妈妈是被她爸爸打跑的。小倩小时候也有多次受虐记录。小倩跟她妈妈曾经都被打到送医治疗，在小倩还没念完幼稚园，小倩的妈妈就离家了。妈妈离家后，小倩就成了爸爸的出气筒。小倩的小学老师曾经替她报过警，也通报过社会局紧急安置。小倩身上的伤，应该就是那段时间留下来的。直到3年级，小倩的爸爸入狱，小倩才结束她的噩梦。生命曾经因为生病陷入黑暗的深渊里，可是跟小倩比起来，她还这么小的时候，就生活在充满恐惧，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暗夜里。我觉得她比我坚强，坚强太多。太多，太多了，根本不如他。可是你现在是他的老师，我相信你可以帮他，真的，你可以的。不留下来吃的话，真的不用客气。我们出发前都已经吃过便当，而且我要去李宗龙家做家访呢。那不耽误你的时间了，你慢走。谢谢心怡妈妈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文丽再见，慧妈拜拜。老师再见。再前面一点，前面左手边这条小巷子，对对对。
小心哦，那边左边有一个水沟，靠右边一点，前面再左转。小龙啊，哦，开了那么久还没有到你家，你们会不会迷路啦？不会啦。哎，记得哦，第二个路口你要左转哦。哦，我等下会再提醒你。 前面直走就到了。这边。这边。嗯。你家住的那么远啊？这是我们家亲戚开的鱼苗场。哦，那我们要从哪里进去啊？就走这边进去啊。我们家就住在那边的铁皮屋。 哦，我妈亲戚让我们住在这边，顺便帮他们看过这个鱼苗场。走啊！老师来哦！老师，喝茶啦！谢谢。哎，拍谁呢？啊，厝诶就乱的啦，啊，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。我说不需要招待啊。 而且应该是我不好意思才对，因为你那么忙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我的忙哦跟老师的忙不一样啦。阮是一天若无做，就无钱下赚啦。啊，因为哦，我帮忙的米大是做牙齿的啦，我暗头爱5、6点就爱去啊，到半暝哦2、3点才会回来。所以哦，时间上才一直没有办法配合。今日哦，是我专工哦拜托头家哦，互我晚2点钟过去的啦。 谢谢你哦。哎呀，莫安尼讲啦。那平常都是小龙在照顾弟弟妹妹的。嘿啦，也还好，我们小龙肯做啦，洗衣煮饭啦，照顾弟弟妹妹，伊拢会晓啦。放假的时候，他还会去米大帮我倒生活嘞。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哦，他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专心读书。 功课也就一直也不太好。若讲到这吼，我嘛是感觉对伊足歹势啦。小龙妈妈，你不要自责。小龙这学期已经进步很多了。嘿啦，若讲到这吼，真正要感谢老师呢。那前几天吼，他拿到他读书以来第1张奖状回来，半夜回来看到那一张奖状在桌上。 上面有我们阿龙的名字，你就不知道，我看到眼泪快流出来了呢，我就赶快烧香感谢祖先保佑呢。这是小龙应得的荣耀，是应该要让祖先知道。小龙，你就要赶快努力，多得几张奖状，放在那边。好，努力呀。小龙平常跟弟弟妹妹一样，都在这里念书写功课。 嘿啦，那我可以再看一下其他地方吗？可以啊，不过都很简陋啦。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来了解一下平常学生在家的生活情形。哦，小龙，那你带老师去看一下啦。哦，好啊，老师啊，跟我来。 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睡觉的房间。那浴室呢？浴室在外面，
我带你去。这就是浴室，就是厕所。冬天还要跑出来洗澡上厕所，很冷吧？不会啊，早就习惯了。这边是我们家厨房。那是洗衣服的地方。你把深色衣服跟浅色衣服放在一起洗，难怪白袜子会变成灰袜子，因为染到色了。对哦，我都没想到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做得很棒了。真的。老师，小龙妈妈，你一个人要带3个小孩，真的很辛苦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千万不要客气哦。哎呦，不用啦，我现在有2份工作在做，白天睡醒就去一栋大楼给人家打扫那个办公室跟厕所，晚上就去米大道3工啦。只要小龙他爸爸不要再跋筊，好好的开计程车，日子都可以过下去啦。搁再讲啦，阮安尼好脚好手的，当然要靠自己呀，对不对？老师啊，歹势吼，我先过去米大道3工啦。谢谢你呢，这么大老远跑来，是我要谢谢你才对，应该的。你慢慢骑哦，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小龙啊，弟弟妹妹要顾好哈，会记哦叫伊先铺哦哈。好，我知道。再见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妈妈再见。小龙，你妈妈真的很辛苦，你要继续帮妈妈的忙，好好孝顺妈妈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还有，现在和以后，包括毕业以后，如果你遇到任何的困难，一定要找老师帮忙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记得，我永远是你的老师 ，OK？OK， 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你记得路吗？你这样出去会不会迷路啊？放心啦，我又不是路痴。可是这里的路真的很复杂，很难记哎。还是我带你出去到大马路上，然后我再自己走回来好了。不必啦，家里的事还那么多，你去忙你的，别把老师给看扁了。拜。这一趟迟来的家访，解答了小龙为什么常迟到，为什么上课常打瞌睡，也解答了他的灰袜之谜，更给了我很深的感触和感动。造成你迟到这么久的原因，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，哪是白色？我看明明就是灰色。你长得帅吗？不错。那老师问你，这样看来，你觉得你以后还能做什么？你就是那只乌龟，都已经是乌龟了还敢睡。老师希望你改掉懒散跟健忘的毛病，你办得到吗？原来功课不好的小龙是这样一个体贴、孝顺的好孩子，简直可以用了不起来形容他了。我之前为了刺激他而说的那些话，例如说他胖、
说他不帅，说他反应慢，还有说他是乌龟。哎，也真的有点过分。而小龙竟然默默接受，完全不辩解。原来这是我的报应。哎呦，你是为倒位走出来？啊，你无声无息，你是要惊死人？哎呦！拍谁啦？你伫困，没有听到我在叫你。安尼哦，安尼你要买啥？我不是要买物件，我迷路了，车子又坏了，所以想跟你借个电话打回家。好，安尼哦，电话伫遮啦。来。来，你紧卡。多谢。喂，真光，是我在回去的路上啊。可是我迷路嘞，车子又坏在田里面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看看哦。来，我甲你讲啦。好，多谢。喂。所以这两个孩子的故事，让我深深觉得，我必须重新去思考好学生以及好孩子的定义，也让我深切觉得，每个孩子就像是一本故事书。如果我们只看到书的封面漂不漂亮，书名好不好，就轻易给了评价，那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，也错过了书里最精彩动人的内容。唯有把书打开，用心阅读，我们才能读懂每个孩子不同的生命故事。作为一个老师，我很感恩我们班的燕伟跟小龙，让我有机会认识他们，也认识我自己，更让我在教育这条路上有了成长。感恩他们，感恩大家。谢谢，拜托你了，谢谢，还好吧，曾老师？没问题。还好今天火车有点误点，对啊，不然我们就来不及了。真是的。这边，好。哇，我都已经考上驾照，还是不敢开上高速公路，我真是太逊。没关系，开车的事啊，慢慢来，急不得的。反正啊，我也在学开车，我们两个总会有一个人先敢开上高速公路的啊。你累了，睡一下。翠芳，
今天的活动，中立地区还是只有我们2个人出席。是啊，从加入之后，从来没有缺席过的人只有你哎，就连我也缺席过几次。我觉得好可惜哦。是很可惜啊，就像今天你的分享真的好棒，大家都那么感动。只是中立地区的老师们都没有听到，是真的可惜了。其实我不在乎别人有没有听到我的分享，我在乎的是这一阵子我们出席率偏低。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才刚开学，大家都忙，可是都已经过了一阵子还这样。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交通不方便。我想应该是吧。每次都要转车，就连我都会累了。要不是因为有你作伴，我可能也不会这么勤快。所以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中立地区的教联会。是应该啊，可是谁来成立呀？我们呢？我们？你说得到轻松？你知不知道成立一个教联会需要多少人力跟时间？我们怎么会有那样的资源跟条件啊？上人不是说做就对了吗？还有我们有骆驼的耐力跟狮子的勇猛，这些话都是你以前曾经劝过我的耶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耶。我也不会啊。那你还说要做？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做啊。你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们2个都不会，负就得正啊。负得正，负得正。我觉得只要我们开始做了，就一定会得到助力。是这样吗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你觉得不可能？不是啊，你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忙？光学校和学生的事就已经占你一大半的时间了。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身体哎。可是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哎。好不容易我的身体好了一些，我应该把握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我已经跟教联会的总干事陈乃玉师兄联络过了，他说只要我们开始推动，他一定就会大力帮忙，把所有的经验传承给我们。话是没错，可是现在只有你跟翠芳2个人，你们要怎么开始推动啊？打电话啊！我已经想过了，我们可以先从身边的老师、认识的朋友开始散布讯息，同时收集中立地区的教师资料跟通讯录，先打电话。然后我一方面领企划案，把理念、未来教联会的功能、活动形式还有课程等等都先规划出来。我想，有了具体内容之后，就会更有吸引力跟说服力啦。听起来很不错哎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再写一封诚恳的邀请函，一封一封的寄出去。我相信。一定会有很大的回响。林倩茹已经旷课2天了，今天是第3天，依照校规啊，旷课满3天就要勒令退学。郑老师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主任，退学怎么会是最好的办法呢？有问题的学生留在学校，至少校园还有一层保护。退学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导致他们的行为了。现在中立教联会才刚草创，我当讲师，你当司仪，郑光嘉进来当招待，刚刚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 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。曾老师要出去啊？哎，是我这2节没课，我出去找个学生。找学生？是啊，找我们班唯一那个还没做过家庭访问的学生。你是谁啊？你找要从啥？我是小倩的老师。老师哦。哎，班长是哪一个？我就是，请问有什么事？我问你，你们班的林倩茹人？林倩茹，她这几天都没有来啊。 对不起，让老师担心了。这样好不好？如果你愿意天天来学校，我就天天载你回去，甚至可以天天载你来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老师，小倩她自己先走了。哎，小倩呢？哎，掉。小倩，上车。他无你像啊？我是林倩茹的老师。老师？
你们跟林倩如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为什么紧追着她不放？小倩她，老师，你唔知哦，小倩早就搬走啊呢，搬走了。我知道，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